你和被害人尹平认识多久啊？打小就认识。那他为什么烧你家生果棚？抽风呗，我反正没招他。那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一开始我先告到派出所，检察不管。后来我又找到法庭，法庭说精神病人管不了。那你在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介入的情况下，有没有想过报复？我正准备结婚呢，哪有功夫跟一个病人较劲？被告人，半年前你进了次派出所，是因为打架对吧？对，是和售票员，他让买票，我说我买了，他说我没买，不是跟挖坑吧？两个人就干起来了。你自述是喝多了，确实吗？对，喝了多少？喝多了吗？不太记得了。反对，审判长，公诉人的提问与本案无关。公诉人，请聚焦一点。1996年10月17日晚，你喝酒了吗？喝了。所以跟之前一样，你喝多了就很难控制自己，对不对？那是你觉得。反对，审判长，公诉人在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对被告人进行诱导性提问。公诉人，审判长，我们想确认：一，案发当晚他是不是？公诉员想干啥呀？二，他是不是又一次失控，并付出暴力？所以刚才的问题不仅与本案有关，而且相当重要。公诉人不能以被告人曾经酒后与人发生过冲突来证明被告人每次酒后都会有暴力行为的发生。案发当天你喝完酒从刘二东那儿出来，穿的什么衣服？里边是件衬衣，外边套了个西服。你跟警察提过这件西服吗？啊，为什么口供里没有提及啊？也没人问呢，里里外外都在研究我那个衬衣了。西服现在在哪儿？家里挂着呢。审判长，我方请求立即调取被告人所说的那件西服作为新物证，并检验上面是否有血迹。本庭已经记录在案。被告人，10月17日晚上，你从刘二东那出来的时候，直到回家，路上有没有碰到过任何人？没有。这是11月19日补充侦查时在案发现场附近提取的劳保手套一只，上有血迹。随后侦查机关依法我跟你说了吗？打你错了我记。起获劳保手套一只，与现场提取的这只可配成一对儿。被告人试戴，大小合适。审判长，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物证和笔录为什么在案件中没有体现？公诉人对这个有什么解释？这是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刚刚获取的证据，时间太紧，来不及入卷。那个，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暂时休庭。同意休庭，大家吃个午饭，下午2点继续开庭。走了，走了吧。好，去走。你能分出左右手吗？这哪分左右这东西？大小可以吗？可以，你看，能看出左右吗？这个不分左右，戴上就行。合适吧？合适，这玩意儿有啥不合适的？这玩意儿分前后吗？不分吧，这分啥前后啊？辩护人出示这些影像材料想说明什么？公诉人提供的新的物证，也就是这种劳保手套，随处可见，外面的几家商店都可以买到，而且都是同款均码。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劳保手套不分左右手，也就是说，随便找到2个单只的劳保手套就能凑成一副。辩护人质证阶段不需要过度展开。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这个物证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而且现在案发现场施工很可能是工人的手套。我们调查过，现场工人戴的不是这种手套。那也不排除是其他工人遗漏的，而且这个泔水区常年有工人跟村民从那儿经过，而且那手套上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血迹啊？血迹是不是被告人或被害人的？侦查机关征询过专业机构意见，只能验出人的血迹，无法验出血型，所以也不一定是尹平的血，对吧？审判长，我申请对被告人补充提问。可以补充。被告人，
这个劳保手套你认识吗？不认得。这玩意儿，村里干活的家家都有，我认它干啥？那公安在你家为什么只找到了一只手套，另外一只呢？你就没丢袜子呀？我问完了。报告显示，衬衣上的血迹检出的血型分别为 O 型、A 型和 A 型，而被告人之弟、被告人之父血型分别为 A 型、O 型、A 型，而被害人尹平的血型也为 A 型，所以不排除此血迹为尹平所留。所以也不能证明衬衫上的血迹就是尹平的，对吧？血型只能来排除，不能用来锁定。我想请问，为什么不做更细致的血型检验，或者是 DNA？ 目前提取的被害人的血样已经无法达到重新鉴定的技术要求。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对衬衫上的血迹进行重新鉴定。公诉人，你刚才说现有的被害人血样无法达到重新检验的技术要求，其中包含 DNA 鉴定吗？包括我们问过北京的机构。如果必须要重新鉴定呢？那可能就要开棺，被害人已经土葬。如果衬衫上的 DNA 检测出来与被害人无关，也就是说不是尹平的血，那就足以证明凶手不是被告人。万一呢？万一再有漏检或者再有失误呢？这时候就不提严谨了。被告人，这件外套你认识吗？认识，我的。被告人穿的这件西装，上面没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任何被清理过的痕迹。10月17日当晚，你一直穿着它吗？从大刘那喝完酒出来是穿着的，他可以作证。所以你在杀害尹平的时候也穿着这件衣服吗？我没杀他呀！你说啥呢？你怎么能给我下套呢？咱俩是一边的呀！审判长，他能这么问吗？你们允许他这么问吗？我问完了。爸，先别急。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我的当事人胡旭东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公民，如今被铐在被告席上，理由是一段充满合理怀疑、漏洞百出的证据链，指控他用他珍藏的军刺刺杀了一名连犯罪二字都听不懂的精神病人。这些证据比那把所谓的凶器更锈迹斑斑。我们有证人证明，胡旭东跟尹平的奶奶关系很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尹平家做一些农活，伸出援手。在尹平烧了胡旭东家的牲口棚之后，他没有选择以暴制暴，他也没有选择上门理论，他选择相信法律，找到法庭，寻求制度的帮助。就是这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在他马上要结婚之前被抓起来了，被扣上了一个杀人凶手的罪名。如果法律闭上眼睛，证据服从怀疑，那我们到底是在惩戒犯罪，还是在制造新的被害人？当一个被审判者走进法庭的时候，他应该碰见的是公正严明的天平，而不是一颗命运的骰子。
尹平已经不明不白的死了。尹平的奶奶含恨自杀，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难道我们要让一个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的胡旭东也含冤而死吗？我们要再制造一个家庭的悲剧吗？我今天说这些，也不是想博取大家的同情。我想替所有相信正义、相信法律的人，恳请法庭给胡旭东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我说完了。